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一遇到点委屈就忍不住掉眼泪，习惯性找人安慰。累了一天，满腹怨气，回到家就迫不及待朝朋友倒苦水。这几年，情绪价值一直被大家挂在嘴边，每个人都希望从别人身上获取情绪价值。但一味地索取情绪价值，我们就会成为情绪巨婴，终是伤人害己。真正强大的人早已学会了自我供给情绪价值。网上曾有个热门问题：一个人最大的灾难是什么？有人回答：索要情绪价值成瘾。情绪价值就像是成年人的心灵奶嘴，一旦索取上瘾，再好的关系也会走向破灭。作家斑马曾分享过朋友老赵的故事。老赵有个同事，两个人家离得不远，老赵总是会顺路捎同事一程。渐渐的，两人也熟络了起来。可随着认识的加深，老赵就越后悔认识这个人。刚开始时，同事表现得还算拘谨，时间一长，他就把老赵当成了他的情绪垃圾桶。一出公司，他就开始数落同事的能力差，埋怨领导太严苛，抱怨工作太累。而且老赵必须顺着他的话来安慰他，一旦老赵反驳，他就会回怼老赵：像你这种有车有房的人，根本无法理解我们这些人的辛酸。老赵那阵子被折磨得身心俱疲，整个人都消瘦了许多。后来同事再来喊他一起回家，他都找借口拒绝。著名心理学者武志红在《巨婴国》中讲过这样的观点：巨婴心态会造成人生中90%的痛和累。当一个人索取情绪上瘾的时候，就成了活脱脱的巨婴。身体上已经成年了，但思想却始终像襁褓中的婴儿一样，需要身边人的呵护。这对别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，到头来我们自己也会在悄无声息间被彻底废掉。知名林倒立成林，有段时间处处受挫。一次同学聚会上，他向几个关系很好的朋友大吐苦水：我真是太惨了，项目经理资源分配不均，同事能力也不够，还不知道这个项目要拖多久。程林说了半天，却不见朋友回应。他这才发现，朋友们一个个都愁眉苦脸。有人刚被裁，还不知道何去何从；还有人已经几个月没接到项目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，人生这道关也只能靠自己去闯。于是他不再四处诉苦，而是把精力放在项目上。遇到卡点了，就去寻找问题；项目资源不够，就主动跟领导说明情况。最后，项目不仅出色完成，还久违地获得了领导的认可。人生这片苦海，每个人都在艰难挣扎。你向别人诉说委屈，或许别人也有道不尽的辛酸，倒不如自己消化完情绪，再继续爬起来解决，说不定一切也没有那么难。漫画家陆明山年少时曾遭到校园暴力，被很多同学孤立，就连同寝室的舍友也不愿同他一起吃饭。长期被孤立的情况下，陆明山整个人毫无生机，情绪更是濒临崩溃。他找到以前的朋友倾诉，可他们却嗤之以鼻，认为这是小题大做。这次他不再向任何人提及此事。为了让自己振作起来，他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用在绘画上，在每一笔线条勾勒中感受内心的平和，在每一幅色彩渲染中为自己的生活重新注入生机。靠着一幅幅的画作，他终于走出那段令人难挨的时光。你看，没有人天生就应该为你提供情绪价值，每个人都会有段难熬的日子，认为自己一无是处，自卑到了极点。但聪明人从不会在别人身上找答案，他们会在漫漫长夜里蛰伏，靠自己找到通向光明的入口。曾听一个心理学专家描述过两类人，一种人是他酗者模式，一旦受到伤害，就会想寻求外界的帮助和安慰；另一种人是自愈者模式，不管处于什么境地，都懂得自我疗愈。前者要人处处照顾自己的情绪，往往是弱者，而后者可以做到自救，
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，都能从情绪黑洞中走出来。作家卢梭在28岁前事事不顺，他常年为一家杂志社供稿，却一直得不到编辑的认可，自告奋勇去小镇上当督察员，却始终无法获得公职。一连串的遭遇让卢梭一度十分痛苦，大病了3个月。那段时间，他总是跟好友抱怨自己的经历，但时间一长，他发现好友也对自己避之不及。思来想去，他决定搬到瓦尔登湖畔隐居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。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在美景的治愈下，他一改过去自我否定的态度，每次读完一本书，写完一篇小说，他都会毫不吝啬地夸奖自己。写不出来时，他会给自己鼓舞打气，给自己的情绪及时充电。后来，卢梭将所见所闻撰写成文，写出了著名的《瓦尔登湖》。向别人哭诉再多，不如自我供给。毕竟，这世上很多人都不像表面那样风光。与其苦求他愈，不如自我疗愈。前央视主持人房琪是个能量很高的人。为了参加选秀比赛，他曾在训练营不分日夜训练了3个月，结果12期节目却只有不到4秒的镜头。演讲的视频在网络上爆火，却又被网友质疑真实性，惨遭网络暴力。如果说普通人的生活是起起落落，那房琪的前半生就是一直下坠。尽管失败过很多次，但他最可贵的便是能够自我疗愈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房琪就会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看书，往往书看完了，他的心情也会好起来。他极少会给自己负面的评价，别人否定他，那他就多鼓励自己，为自己打气。一直以来，他都让自己保持一个高能量的状态。后来，他在自我供给的情绪价值中成为了千万博主。心理学家克里斯多夫·孟说，一切能量的来源都源于你自己。人这一生有太多磨不平的坑洼，历不尽的苦难。很多时候，身边人不会拉你一把，只会在一旁看热闹。能带你走出来的，只有你自己。当你成为了自己的情绪蓄能站，也是你真正强大的时候。要相信，再难走的路也能走完，再高的山也会越过。醒世恒言中有个14字真言：事不关己休多管，话不投机莫多言。以前我会觉得这样的处事方式未免太过冷漠，等到后来总被数不清的闲杂琐事所累，心烦又疲惫，才不得不承认，人的能量很贵，经不起浪费。学会过滤那些消耗你的人与事，把时间精力用来滋养自身，才是最通透的活法。1. 闲话少说。常言道，日出千言，不劳自伤。看起来讲话是毫不费力的事，但其实一个人话说得过多，最容易损元伤神。莫言年轻时曾是个表达欲十分旺盛的人，常常不分时机，不论场合地发表意见，与人争辩。可后来他发现，每次大发议论之后，筋疲力尽的都是自己。为此，他决定取名莫言，借此时刻警醒自己少说话。成名后，他开始被公众熟知，但由于出身和相貌的原因，他遭到越来越多的敌意。有人质疑他的作品太粗俗，难登大雅之堂，甚至有人公然抨击他心思不正，是为了名利而创作。莫言一律不做任何回应，成长的经历让他早已知道大变不变的道理。为了避免引起更多争议，他退出公众视野，默默写作。8年后，新书《晚熟的人》出版，再次以精湛的文笔与故事，验证了他不容置疑的实力。正如他所言，是非混杂之地，君子谨言慎行，与其一番闲谈生烦恼，不如细读两行书。争论中永远没赢家，就算伤敌1000，也会自损800。能管住得住自己的嘴，克制得住自己的说服欲，做一个安静的强者，才是智者所为。北宋有个宰相叫富弼，一次在街上突然被一位秀才挡住道：“
说要考考他是不是真的博才多学。秀才问：若有人公然辱骂你，你会怎么做呢？我会当作没听见。富弼回道。秀才鄙夷道：很多人都夸你满腹经纶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富弼依然不恼，却把身边同行的仆人气得不行。等秀才走后，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不反驳。他这才笑着答道：明知对方来者不善，为何还要浪费口舌？我从来不做徒劳无益的事。正所谓贵人语迟，寡言胜多。人与人交往，立场不同，处境不同，会出现分歧是常态。与其为了争取他人的认同而喋喋不休消耗自己，不如止于少言，不争不辩，让自己在不动声色中修行沉淀，方能凝心聚神，更好地积蓄能量。2. 闲事少管。我们生活中的事情不外乎3件：自己的事、别人的事、老天的事。喜欢干涉别人的事情，操心老天都管不了的事情，到头来往往没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。认识一位朋友，几年前当红娘，把自己的一个同学介绍给他表哥。同学和他表哥当时也算是姻缘一线牵，很顺利就看对了眼，结了婚。可惜这段婚姻之后过得并不如意，而每次一有争执发生，同学就会把他当成倾诉的对象。本来感情就是你情我愿的事，跟他这个介绍人并没有什么关系，可朋友却总觉得不好推脱，也担心同学万一真的想不开，做出一些伤害自己的举动。所以每次同学给他打电话时，他都会尽最大耐心给予安慰劝解。越这样做，同学便越理所当然地觉得他有义务为自己的不幸婚姻负责。到现在几年过去，同学婚姻状况依然层出不穷，这件事也变成了一个无形的黑洞，令他心力交瘁，苦不堪言。作家史铁生说过，世上的一些事多是出于瞎操心，由瞎操心再演变为穷干涉。对身边人付出关心与热情本身没有错，但人都有各自的生命难题要解。当你过度介入了别人的生活，就要背负起别人的因果，并消耗自身巨大能量来为其买单。无论和谁在一起，保持好适可而止的关心和恰到好处的距离，这绝非自私，而是难得的清醒。3. 闲言少听。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，外界的闲言碎语就像无来由的瘙痒，你越挠就越痒。最有效的止痒方式就是置之不理。面对无聊之人的诋毁也是同样的道理，你越在意，他越是得意。世间万事不是声音越大就越是有理，有时候沉默反而是最好的回击。莫泊桑在小说《绳子》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农民奥什高纳在赶集路上捡了一条绳子后遭人诬陷，说他捡的是乌勒布雷克大爷丢失的皮夹子。性格耿直的奥什高纳只好拼命找人解释，甚至主动要求搜身以证清白。不久后，长工博麦勒将捡到的皮夹子送还给了失主，真相水落石出，事情也本可以告一段落。但奥什高纳又在无意中听到，还有人在背后说他和捡到皮夹子的人是同伙。气不可遏的他不得不继续去四处解说，可惜换来的仍是奚落与嘲讽。最终，奥什高纳怀着无限委屈与愤慨忧郁而死。作家尼尔·唐纳德·沃尔什写道：只要你还在担心别人会怎么看你，他们就能奴役你。很多谣言的兴起根本没有道理可言，如果你放任自己受其影响，必然会饱受精神折磨，直到不断被耗干能量。是非来入耳，不听自然无。真正内心强大者都善于屏蔽他人的眼光与看法。山中深迷曾是一个做什么事都笨手笨脚的人。读高中时他迷上柔道了，可惜练来练去，柔道技术没提升，身体频频受伤骨折。身边同学纷纷嘲笑他，他却不以为意，反而找到了新目标，要学骨科救伤者。从国立神户大学医学部毕业后，好不容易当上骨科医生，他又碰上了新问题。同样的手术，其他医生半小时之内就能完成，
他则需要花费2个小时。笨拙的技术让他成为同事们茶余饭后的谈资，有人甚至还给他起了个绊脚石的外号，但也不把这些放心上。31岁那年，他毅然辞去医院工作，决定前往美国，转而从事胚胎干细胞研究，从一个失败的医生蜕变成诺贝尔医学奖得主。看过一句深受触动的话：你对我的评价不构成1/1000的我，却是一览无遗的你自己。人的偏见是一座永远无法翻越的大山，越解释，只会让你感觉越痛苦无力。想要保护好自身能量不被消耗，唯一的方式是拒绝掉入自证陷阱。无论别人怎么定义你，不听不理，专注走好自己脚下的路。最后你定会发现，你若无事，闲言自消；你若平和，无人能扰。听过一句话，人到中年真正的成熟是开始棱角分明地活着。年轻的时候看不懂人性，行至中年经历了风浪雨雪，体验了世事险恶，也看透了人性的真面目。渐渐明白，有些关系需要主动屏蔽，有些人需要主动远离。人到中年，把一切垃圾人踢出生活圈，把有限的精力都放在重要的事情上。1. 人品不好的朋友。作家托马斯·富勒说，宁可与好人一起宴糟糠，不愿与坏人一起吃盐席。人到中年一定要向上社交，远离心术不正的朋友，小心被拖下水。博主 8 刘宇有段时间失业在家，朋友得知后主动拉拢他合伙做保健品生意。保健品的目标人群是老人，先是给老人免费做体检，然后捏造一份体检报告，诱骗老人买保健品。保健品是成本几十块钱的滋补品，最后卖到老人手里却需要上千块钱。这种方式来钱极快，但刘宇没有办法接受，第2天就选择了离开。这件事也让刘宇看清了朋友的真实品性，拉黑了他。果然没几个月，刘宇就得知了朋友出事的消息。当时朋友按照惯用伎俩，给一位老人做完体检后，欺骗老人有患癌的风险。但这个老人很有防骗意识，到正规医院去做了检查，显示一切正常。老人这才意识到这伙人是骗子，打电话报了警。得知这件事后，刘宇又惊又喜，幸亏自己当时没有参与，要不然就一起被抓了。有句话说得很好，年轻人交友，老年人交心，中年人则是筛选。人到中年，学会筛选朋友，宁可孤独，也不跟人品低劣的人交往。则善人而交，则君子而处。和心善品正的人交往，才能换来后半生的内心笃定，诸事顺遂。2. 势利眼的亲戚。亲戚中不乏有这样一类人，你混得好，他对你百般奉承；你一朝落魄，他对你挖苦讽刺。求人办事，他们满脸堆笑，一旦看你力不能及，立马开始冷言冷语。这种势利眼的亲戚最擅长以2副面孔示人。对待这类拜高踩低的亲戚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距离，绕道而行。导演王璐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原型拍摄过一部短片，主人公王璐经营着一家小公司，因为经营得不错，亲戚们经常来找他。王璐比较重感情，每当亲戚们有所需要时，他都会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。亲戚们也纷纷表示，如果以后他遇到什么麻烦了，必会鼎力相助。可事实并非如此。王璐在公司经营过程中遇到困难，需要资金周转，有人直截了当拒绝借钱给他，有人索性连他电话都不接，甚至还有人故意踩他2脚，到处说他的风凉话。这一刻，王璐明白了，原来亲戚们把他当成了提款机，只想着从他身上捞好处。想通以后，他没有再麻烦亲戚们，但也和他们不再有任何来往。有段话说得很好，在势利眼亲戚的眼里，没有所谓的亲情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除非你有利用价值，他才会多登3宝殿，一旦某天没有了用武之地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在他们眼里，亲情早已被金钱和利益所替代，与这样的亲戚来往，只会让我们感到心寒。这个世上
不是所有亲戚都值得来往。中年以后，只想在你风光时沾光，落魄时对你落井下石的亲戚，趁早远离。3. 搬弄是非的同事。前2天看了电影《奥本海默》，有一个场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科学家罗伯特·奥本海默遭陷害，被公众误解是间谍。听证会上，很多科学家都站在奥本海默这一边，为他出庭作证。然而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种局面，他就是奥本海默的同事泰勒。泰勒指控奥本海默是间谍，在单位一手遮天，干扰很多科学家的研究，阻止大家为国家做贡献。虽然奥本海默是被冤枉的，可他并没有做过多解释，反而在庭审结束后跟泰勒握了手。可在那以后，奥本海默斩断了跟泰勒的所有联系。无论你在哪里上班，取得多大的成就，总有人批评或者诋毁你。你多一分心思在意他们搬弄的是非，就少一分精力去提升能力。自媒体作者吴小武有个朋友，在公司的一次评选会上晋升成了公司的部门主管，很多同事纷纷送上祝福。唯独一个竞争对手在公司搬弄是非，制造谣言，说他是靠着不正当手段上位的。连他业余时间参加一些公益活动，都被竞争对手说成沽名钓誉。有些同事替他打抱不平，问这位朋友为什么不选择澄清和还击。朋友淡淡一笑说，首先他讲的并不是实情，其次我没有时间去和他计较，这个季度的业绩报告还没交呢。工作中难免有人会莫名其妙地重伤你，诋毁你。如果你面对质疑就大声辩解，面对挑衅便拉开架势与之战斗，浪费的只是自己可贵的精力和时间。纠缠你的人会把你拉低到和他们一个水平，然后用他们丰富的经验打败你。人到中年，避免跌入深渊的最好办法是远离深渊。4. 无脑的网络喷子。相信大家在上网的时候一定遇到过这样的场景，你发表一个观点，立马就有喷子因为不认可你的观点，然后攻击你。你跟键盘侠展开激烈的辩论，最后非但说服不了对方，反而让自己变得浑身戾气。罗翔教授说过，不要跟喷子辩论，知识越贫乏就越自信，也越不讲逻辑。尤其中年以后，把注意力放在了家庭和个人成长上，而不是跟网友吵架。纪录片《含泪活着》里讲述的是一个中国人在日本多年拼搏的经历。主人公丁尚彪在80年代末来到日本留学，因为种种原因，他成了黑户。为了生存，他打3份工，白天在工厂上班，晚上到餐馆刷碗，周末去做清洁工。他极少休息，赚到的钱除了留下日常开销，其余悉数寄回给上海的家人。他省吃俭用，把女儿供上了大学，女儿考上了纽约州立大学，一直读到博士毕业。纪录片播出以后，丁尚彪遭到不少网友的口诛笔伐，很多人都骂他是卖国贼，放着国内好好的大学不读，非得去日本留学。面对网上的各种批评指责，丁尚彪没有理会，只是埋头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。他说，把家庭建设好，把小孩培养出来才是最重要的，这是我的责任。有人把键盘侠直接比喻成有害垃圾，和他们辩论只会影响你的情绪，浪费你的时间。如果不幸陷入一群键盘侠的嘲讽，立刻拔腿就走。可做的事情那么多，不要跟键盘侠浪费时间，去花时间陪陪家人，看看身边的风景。最后给大家分享一句话，任何消耗你的人和事，多看一眼都是你的不对，别理，别问，别起任何波澜。人到中年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你付出时间和精力。遇到垃圾人，漠视他，远离他，不要让他拉低你的层次。远离垃圾人，才是爱自己最好的方式。每个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，从现在起，远离一切负能量，闲话少说，闲事少管，闲言少听，把有限的能量全部来成就一个精力丰沛、灵魂丰盈的自己。很喜欢《皮囊》中的一段话：
常常熬不住的时候，也想找个靠山。可是你怎么找都会发现，有的山长满荆棘，有的山全是野兽。所以你应该是自己的那座山。委屈不必向外说，苦痛不必给人看。除了你自己，没有人可以摆渡你的情绪。从现在开始，愿你我活成自己的太阳，再苦再难的日子，照样光芒万丈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